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就在今天呢，广州市举办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说从4月28号的12点到29号的12点这24个小时之内呢，广州的新增是达到了20例这个中共病毒的阳性病例。而在此前28号的通报中呢，广州宣布说是发现了4例新增的阳性病例，而且呢，全部都是在白云机场27号的晚上对员工进行例行检查时候发现的。结果呢，当天白云机场包括它附近的白云区等多个的村社就立即都被封控了，现场是只进不出。同时呢，机场还取消了90%以上的航班连夜进行核酸检测。这个消息呢，在当天就登上了百度和新浪微博的热搜榜。那么与此同时呢，广州市的卫健委主任，同时也是新闻发言人叫做陈斌的，他就公开的表示说，5·1节期间呢，要求广州的市民都留在室内过节，非必要不离市。离市出省的这个人员呢，必须要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的证明。同时呢，取消所有的聚会，要严查戴口罩，要落实扫码测温等等防控措施。所以呢，这个也就意味着疫情的升温呢，使得广州它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全市软封城，但是局部有硬封城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此一来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中北上广深这4大一线城市可以说是一个都没少，全都中招了。红魔两都呢是深陷泥潭，深广两市呢也是方兴未艾，这个对经济的打击就可想而知。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才和大家有讨论了，就说习近平他要求今年内这个经济的增速一定要超过美国这个新版的大跃进，对吧？就是说这其实它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它实在是非常的糟糕，恐怕当局它只能够靠统计局来玩弄这种数字游戏才能够超英赶美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它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呢？昨天这个《金融时报》有刊发了一条独家新闻，就说该报获得了一段内部会议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它就显示亚洲最大的私募投资集团，管理规模超过了500亿美元的泰盟，也就是英文缩写为 PAG 的，就是这家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兼他的董事长叫做单伟建的。他在视频中就严厉地批评中共的这个清零防疫政策，说这些政策是导致了一场可以与08年那个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的深度的经济危机。按照这个单伟建的说法呢，他就说目前中国经济是处于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这个市场对中国股市的情绪呢，也处于过去30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呢，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处于过去30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个单伟建他甚至还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中国就像是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而他的那个基金已经远离中国多元化了，并且在对中国的投资组合上面是极其的谨慎。然而呢，可能大家想不到，同样就是这个单伟建，他在去年12月接受这个知名的60分钟这个新闻栏目采访的时候呢，他都还在夸奖中国，说这个中国是很好的投资市场，因为中国有比美国更好的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和港口等等基础设施，而且呢，中国政府是可以在经济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等等等等。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他嘴里的这个中国政府就把比美国更好的这个中国变成了08年那个金融危机的重演。所以这种转变它发生在像单伟建这样的可以说是重量级的金融人士的身上，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究竟有多深，我们就不难想象了，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习近平他不得不进行一种经济上的自救，就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就在今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呢就有爆料了一个大消息，就说这个中共当局即将要结束对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持续了1年多的那个监管风暴了，并且准备呢让这个行业在提振经济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这篇独家报道呢，它就有引述了2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说当局计划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之后，要与多家的大型科技公司举行一个座谈会。这个研讨会呢，它是定于在今年的5·1小长假结束以后来举行。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通过座谈，向这些大科技企业的高管们保证说，这个监管机构将不会再要求他们去做什么整改了，也不会再随意的对他们处以什么罚单了。而且呢，这个当局还将于本周末来举行一次联合的监管会议，就是确保让所有的监管机构都了解并且服从当局的这个决定。而出席会议的这些大科技企业有哪些呢？它包括了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字节跳动等等，都是这些就是互联网巨头公司。可以说，也就是说呢，当局准备要停止对科技行业的全面监管打压，并且赋予这些互联网企业更大的作用，来帮助支撑现在陷入困境的经济了。一句话，看起来呢，似乎这个总加速师呢，突然他要踩刹车了。这个首先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前的经济之糟糕，它其实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强调一下，这个只是看起来像要踩刹车，至于说它是不是真的要踩刹车，甚至是整个都要转向了，我们在后面再来和大家讨论。不管怎么说吧，哪怕它只是临时的能够踩那么一脚刹车，它也总是一个利好消息，对吧？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利好。还是在今天，这个彭博社呢就有刊发了一篇也是独家的报道，说中美两国监管机构正在就如何落实中概股的审计底稿的现场检查等相关的事宜进行积极的沟通。沟通来干什么呢？避免中资企业被摘牌，并且为尽快的恢复中资企业在美国上市来打下基础。这个报道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说双方正就如何让美国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就是英文缩写为 PCAOB 的，就是让这家机构呢去中国进行访问等等这些事务，要进行了一个磋商，甚至还讨论了入境的时候是否需要隔离等等这些很具体的细节了。所以这个消息它一出来呢，我们就看到几家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巨头企业这个股价就应声大涨了。比如说阿里巴巴呢就是飙升了12%，京东呢涨超过了8%，而腾讯呢是涨了7%。所以这看起来它又是一个踩刹车的动作了，对吧？而且这个力度还是不小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在这种内外交困的面前习近平他终于要从这个过去说一不二的那个一尊要转型了呢？他要转型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了呢？我觉得恐怕还不一定。同样仍然就是在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有刊发了一篇独家报道。今天有点特殊，这个独家报道好像特别的多，而且它还都是重量级的这种金融财经的新闻。这个报道就说了，说中共当局正在推动一项政策，什么政策呢？他要求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向中共政府提供1%的股权，并且让政府在公司的决策中要发挥直接的作用。这个动作其实它并不是现在才推出来的，它早在去年的上半年，中共政府就已经强行的收购了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等等这些公司的1%的股份了。只不过在当时那个时候看起来呢，这个只是一种试点性质的行为。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式呢，它很有可能就会迅速的被推广扩展到其他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了。这篇报道呢，他还引述知情人就点名了腾讯和美团这2家公司。但是呢，我想可能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就是在这个周末去参加这个所谓的讨论会的这些大公司刚才我们提到的，恐怕谁都会免不了要挨这一刀的。所以呢，这个明显看起来它又是一个加速的动作了，对吧？这个比那个在企业去设置一个党支部都还要厉害。我们从表面上看呢，说这个政府它持有的股份仅仅只有1%，但是我们就算用脚后跟来思考，也都能够知道这1%的股份的权重
恐怕它要超过其他那99%的股份。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呢，政府持有的这1%的股份呢，它同时具有了紧箍咒和保护费的双重功能。怎么说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党妈她现在已经没钱了，她迫切的需要从这些大企业的盘子里再分那么一杯羹。那么对企业来说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交了一笔昂贵的保护费嘛，最起码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确保自己保命了，不至于说被这个反腐的风暴说扫就扫进去了，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等于是上交了这个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一个投名状了。因为这个要害被捏在了党的手里，那么生就是党的企业，死也是党的鬼啦。那么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当初那个公私合营吗？在50年代初，我们都知道啊，中共它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来搞了一个公私合营，它的手法呢，就是通过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其实就是政府持股，然后呢，还有由政府派驻干部，也就是过去说的党代表，来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以这个公私合营它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用这个3条来简单的做一个概括。就是第一条呢，这个企业它由私人所有就变成了公私共有。第二个呢，就是私人企业主开始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丧失了对这个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掌控。第三呢，就是这个企业的盈利呢，在当时是说按照一种叫做4马分肥的原则来进行分配，它实质上就是企业等于被政府以改造的名义给抢劫了一部分的利润，或者说反过来说，是企业向政府去上交了一部分利润来作为保护费。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中共当局这件放松监管的这个马甲的里面，它实际上仍然还是那个公私合营，只不过它是2.0版本。这究竟是减速踩刹车呢，还是在加速踩油门呢？这个答案我觉得它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就目前而言呢，这个封城清零这种政策它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对吧？只要爆出疫情，就是封也得封，是不封也得封。经济它打滑梯往下冲，这样的一个局面它当然是让习近平没法去演出一次这个欣欣向荣的胜利大会，就是这个20大的这个戏码。所以呢，他不得不适当的来放松打压，甚至是不惜让渡了一部分所谓的国家安全，来换取中概股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审计底稿的现场检查。这个呢，它只是为了提振一下当前的市场的信心，制造出来一个相对还看得过去的经济数据，同时呢，也让大众阴郁了很久的表情呢，得到那么一点点的舒缓而已。但是呢，这样的放松，这样的舒缓，它的本质只不过是打了你一耳光之后，再给你的一颗糖而已。我们过去多次讨论过中共的这个手法。而且这一次呢，他是在给你糖的同时还干脆就在这些科技企业的头上悬了一把刀。经济要是不好了呢，我就放松养一养，万一要是这个势头不对呢，这些企业又开始在无序扩张了，那随时都可以一刀毙命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和大家分析过，就是习近平他的监管风暴的实质呢，它就是对金融互联网平台的一个削藩之举。这些藩镇它在各自的经济领域可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都是居于某种程度的这种垄断地位的。那么习近平他要动刀，这个经济受到打击，就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了。那么他现在来放松这种监管打压，放宽中概股赴美上市的条件，只不过是因为经济恶化了，他不得不为之的一个权宜之计。或者说呢，他希望是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来实现他自己理想中的那种有序扩张。也就是说呢，这些企业既可以为自己所用，又不至于说做大势力了会威胁到自己。但是呢，这个其实他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他想的呢是鱼和熊掌都要兼得，
但是封城清零和提振经济，它本身就是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它的政策呢，所以注定就只能够是成为一种钟摆的状态，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的折腾，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要么寒彻骨，要么热似火，大寒大热是水火夹攻。所以这种疗法，它对中国经济这个病人来说呢，就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庸医治驼背了，但管人直，不管人死不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俄乌战争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继美国参议院在4月7号全票通过以后呢，美国的众议院在昨天也以417对10票的结果呢，是高票的通过了2022年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如此一来呢，这个将会要改变整个战争进程，进而改变历史的重磅法案，它就只剩下了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送到白宫由拜登来签字生效了。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2次通过的战争租借法案。众所周知，上一次的租借法案呢，它是在2战时期，允许美国政府呢直接的租借很多的军事装备给这个欧洲的盟国。那么它被公认为是击败纳粹德国扭转战局的关键战略措施之一。包括中国抗日战争中那条极为著名的驼峰航线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受益于这个法案的一部分。这个租借法案呢，顾名思义吧，它最直截了当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允许美国政府绕过这个武器运送的诸多复杂的程序障碍，大大的加快乌克兰获得美国军事支援的速度和数量。可以这么说，乌克兰它将会获得几乎所有美国认为必要的武器，而且它名义上呢是租借的，将来战争结束了，只要还回来，它就是不会收钱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意味着是一种免费的支援。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它就代表了2件事了。第一件事就是，乌克兰它几乎拥有了无限度的军工资源来与俄罗斯进行长期的战争。因为这个法案呢，它允许美国动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生产，而美国的生产能力有多强，我们在2战时期其实就已经是充分的见识过了，对吧？第二件事情，这个对乌克兰当前的经济它不会造成大的冲击，因为乌克兰它基本都不用担心在战后说是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债务。如果说我们比照一下2战的模式，就是美国呢，它是通过获得盟军领土的陆军和海军基地的租借权来作为这样一个法案的回报，那么这种形式可以说是乌克兰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就在同一天呢，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拜登提出的3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经费，其中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还有其他的军事支援了。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它一出台，那么乌克兰的这场卫国战争它几乎注定就要打到底了。乌克兰现在可以说是要钱有钱，要枪炮有枪炮，而且是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它几乎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数量还管够。连乌克兰的民生物资都可以被美国给它一起兜底了。所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呢只管出人去打仗，其他的一切我来给你包了。所以不要说普京因为这个莫斯科号被击沉了，他不想和谈，泽连斯基其实现在是更不想和谈的。俄罗斯除非他反败为胜，能够重新的去拿下基辅，拿下乌克兰，否则这场战争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败局已定了。无论俄军现在他在乌东拼尽全力能够拿下多少个村镇，它基本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要说乌东最终俄罗斯保不住，最后连克里米亚恐怕它都会成问题。就在前天，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他在伦敦发表谈话的时候，是首次公开的明确提出来说，乌克兰的胜利是西方国家的战略要务，
而英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是必须要把俄罗斯从整个乌克兰全境都赶出去。大家听到了吗？这个说法，这个全境的说法，它的信息量就很大了，对吧？因为这个就代表着俄军呢，不仅要离开2月24号入侵以来所占领的领土，还必须要离开俄军在2014年以来吞并的，包括克里米亚以及乌东顿巴斯一部分地区，全都在内。而美国这个租借法案，可以说它就是北约国家这么的有底气的来源。普京的败局已定，它必然会导致中俄关系也会要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开战前呢，中俄都是坚信说这个乌克兰它一定会成为北约的噩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形势完全反了过来，乌克兰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战争噩梦以及战争泥潭。已经陷进去了2条腿的中共，是否还要继续紧紧地拥抱住俄罗斯，说上不封顶呢？要知道啊，在前天晚上啊，美国众议院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的这么一个压倒性结果，通过了一个法案。什么法案呢？它是一个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法案。这个法案它的英文缩写呢，刚好是4个英文字母，就是 AXIS， 就是合起来把它读作 Axios， 所以这个法案它也被简称为是轴心法。那么这个轴心法案它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呢，在法案生效以后的30天之内，要向国会提交一份评估报告。这份评估报告呢，必须要说明中俄之间的合作情况是什么样的，中共是否有提供俄罗斯任何的援助，或者是协助俄罗斯逃避了国际制裁。而且这个法案还要求这份报告在以后必须要每隔90天就要对内容来更新一次。而这个法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法案的名称，它是第一次直接点名了习近平。这个 Axios 这个单词里面的那个 X， 它就来自于习近平的习这个姓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所以这个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所有的人，如果说中共胆敢帮助俄罗斯，那么中共受到的所有制裁的这个责任就都要由习近平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可是党内反习势力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尽管俄乌两军我们看到当前在乌东那些村镇的争夺上是打得难分难解，对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已经无关大局了。对中共来说，背着一大一小2个朝鲜，或者说2个巨大的包袱来对抗西方呢，这个形象也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成为定局。这个是中共他自己求来的，也是中共的一个宿命。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